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学识 Plus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2000年前的罗马哲人告诉您如何在临终时不留遗憾这本书。大家是否听说过神奇蘑菇这种致幻剂呢？研究发现，其中的致幻成分赛洛西宾能够显著缓解晚期癌症患者对死亡的恐惧。药理学家罗兰德·格里菲斯在2016年的采访中提到，赛洛西宾能够使人从更广阔的视角思考，从而意识到其实没有什么可惧怕的。参与实验的受试者们感受到所有人和事物彼此相连，存在于一个整体之中。虽然这种体验听起来像是药物使用者的离奇感受，但正是这种致幻体验让他们似乎进行了死亡的预演，使他们能够直面死亡，最终获得内心的解放，变得更加积极乐观。有趣的是，这种所有人和一切皆相互联系，共存于一个整体的理念，与古罗马哲学家塞内加的思想不谋而合。塞内加的哲学思想并非源于神奇蘑菇的影响，而是受到斯多葛学派哲学的启发。因此，我们不必依赖神奇蘑菇，通过学习斯多葛派哲学，同样能减轻对死亡的恐惧。塞内加认为，诗人们描绘的冥界哈迪斯的怪物以及地狱的折磨不过是虚构之谈。他在讨论自杀时，既肯定了那些选择结束生命之人的勇气，也赞扬了选择坚强活下去的人的精神力量。他的思想与现代人更为现实的思维方式非常契合。正因如此，塞内加的思想至今仍能引发我们的共鸣。希望通过今天的介绍，大家能够接触到这部分的哲学思想，并深入思考生命与死亡的意义。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3个部分：第一，对死亡的恐惧；第二，放下执念；第三，关于自杀的思考。首先是第一部分，对死亡的恐惧。大家是否曾经思考过，是什么驱使我们渴望生存呢？塞内加指出，束缚我们的唯一枷锁就是对生命的依恋。虽然我们无法完全摆脱这种依恋，但应该逐渐学会减少它。这种看法确实值得我们深思。我们害怕死亡，源于内心对生命的渴望。如果一个人对生命没有任何依恋，他就不会对死亡感到恐惧。然而，尽管我们意识到这一点，但放下对生命的执念并非易事。我们可以先学习一些方法，来帮助我们缓解对死亡的恐惧。塞内加描述死亡时说，死亡之后的状态与出生之前的状态是相同的。如果未来有痛苦的存在，那么我们在出生之前也应该经历过同样的痛苦。然而在出生之前，我们并没有感受到任何痛苦，因此认为死亡是活着之后才会经历的东西，其实是一种误解。他认为，我们消失后的状态与出生前并无区别，无论在生前还是死后，最终的状态都是你不再存在。这意味着，我们不应将死亡视为无法理解的恐惧，而应将其视作我们已经经历过的事情。如此一来，对死亡的恐惧便会自然减轻。人们对死亡感到恐惧，是因为在活着的时候无法真实体验到死亡。如果我们能将死亡理解为一件已知的事情，就能更轻松地面对它。这类似于临终幻觉体验，通过服用致幻剂，或者遭遇意外，人们经历接近死亡的状态。这种体验会逐渐减轻他们的死亡恐惧。其实，死亡本身并不可怕，真正令人恐惧的是对它的未知。换句话说，死亡并不是恐惧的真正来源，我们只是对它一无所知。与死亡相比，坐过山车更让人感到恐惧。在上车前、乘坐时，甚至下车后，心跳加速，心有余悸。但一旦体验过，就不再可怕了。这种思维方式可以有效减轻对死亡的恐惧。另一个让人害怕死亡的因素是关于地狱和死后世界的可怕故事。塞内加认为，这些故事都是虚构的童话，是人们为了娱乐而编造的故事，却使人们感到莫名的恐惧。他说，就像一群毫无经验的少年分享虚构的爱情故事，幻想自己在谈恋爱一样。关于死后的传说也不过是幻想。我们可以将这些故事当作娱乐来看待，
而无需对此感到恐惧。当然，在听了这些道理之后，对死亡的恐惧不会立即消失，但我们可以通过不断的思考死亡，逐步来减轻这种恐惧。从正视死亡开始，慢慢培养出面对死亡的勇气。接下来是第二部分，放下执念。人生中最痛苦的事情之一，莫过于临终前的后悔。的确，有些事情很容易让人产生后悔，看起来似乎已经被归类总结出来了。但是，即使读过他人后悔的经历，并一一避免这些错误，到了自己真正面对死亡时，是否就真的能够毫无遗憾呢？答案或许并非如此简单。那么，是否存在一种专属于自己能够避免临终后悔的方法呢？答案是有的。这需要改变我们思维的根本方式。换句话说，如果不改变思维的根本，即使逐一消除后悔的事项，最终也可能没有意义。因为人的欲望是无穷无尽的，就像那些曾渴望财富的人，获得金钱后又会去追求名利，即使消除了某些后悔，新的一轮的遗憾也会接踵而来。所以，与其通过赚更多的钱来满足各种物质欲望，不如从根源上减少这些欲望。例如，可以通过正念冥想来进行根本性的调节。同样的道理，与其一个个消灭后悔的源头，不如培养一种不再后悔的思维方式。这种根本性的改变，才是我们需要的真正解药。那么，我们如何才能每天都过得心满意足，以至于哪怕今天就离世也毫无遗憾呢？这里的关键在于，人生的价值应以质量而非长度来衡量。追求长寿本身并非理想的目标，因为如果把价值寄托在长寿上，死亡便会变成一种失败和恐惧。人生的意义在于质量，而并非活得更久。我们应当追求的是过一种更有满足感的生活，而非单纯的追求长寿。书中提到，想想看，您的人生中有多少时间都在重复相同的事情，吃饭、睡觉、工作。除此之外，您还有什么别的新鲜的事情吗？事实上，我们的人生大多是由这些琐碎的小事所组成的。即使临终前给您几年额外的生命，你很可能也只是在重复过去的日常。你眼中不再有什么事物是全新而让人兴奋的。即便在临终时，您产生了一些执念，比如还想吃更美味的食物，或还想和爱的人在一起，这些不过是些平凡且不新鲜的欲望罢了。那么您到底在为什么事情后悔呢？是因为想念朋友、思念故乡，还是渴望更加健康长寿呢？如果这些真的是您内心深处的渴望，那在此前的人生中，您完全有机会去联系朋友、探望故乡，或通过锻炼来保持健康。之所以没有这样做，只是因为您的欲望让您选择了其他事情，比如沉迷于饮食和感官享受。换句话说，您的所作所为只是出于您内心真实的欲望选择而已。因此，我们需要坦然接受一个事实：害怕死亡，并不是因为您想念朋友或想为他人付出，而是因为您对那些未满足的欲望心存执念。但即便如此，也没有必要带着这些执念不甘地面对死亡。毕竟，你已经尽情享受了欲望所带来的生活，没有任何未完成的事情。假如一个人毕生都在追求梦想，却在未完成时离世，这种情况该如何面对呢？答案在于改变看待死亡的方式。如果追求梦想是人生的目标和责任，那么死亡也是人生中不可避免的一个部分。即使您没能实现梦想，也不意味着您的努力是徒劳的，因为所谓必须完成的任务从来就没有被明确规定。或许梦想未能实现让人遗憾，但我们无法掌控未来，即使是最幸运的人，也无法保证明天的结果。所以，不要依赖未来，而是学会珍惜追梦的每一个当下。关键在于，在追求梦想的过程中，感到满足并认可自己。我已经为梦想付出了这么多，我很棒。只要拥有这样的肯定，那就足够了。最后是第三部分，关于自杀的思考。塞内加说过，要结束痛苦的方式，环顾四周便能找到。
看看那陡峭的悬崖，坠落之后便能得到自由；看看那大海、河流或井底，水的深处也充满了自由；看看那干枯低垂的不祥的树木，自由就在那枝头上垂下。他接着说，这些道路都需要强大的意志力和体力，或许对您来说太困难了，但是如果您仍在寻求通向自由的其他途径，那我告诉您，那条路就在您身体流淌的血液里。塞内加的意思是，如果痛苦和不幸的根源在于自己的心灵，那么我们有权选择自己结束这种痛苦。这种思想也和不反应的练习所强调的理念相通。痛苦和不幸来自于我们心中的反应，因此要通过训练自己不做无谓的反应，来避免这些情绪的生成。然而，塞内加进一步提出，因为痛苦来自心灵，我们也拥有选择结束它的权利。这并不是鼓励人们逃避，而是赋予他们拥有选择的自由。塞内加还说，那些以痛苦为借口寻死的人是缺乏勇气的懦夫，而只是为了忍受痛苦而活下去的人，则是愚蠢之人。他强调，仅仅因为现在感到痛苦而选择死亡，是一种怯懦的表现。可是，当这种痛苦侵犯了您的尊严，或者阻碍了您继续生活的未来时，选择死亡也可以是一种选项。比如，在面对是否辞去一份不喜欢的工作时，很多人会发现自己根本没有辞职的选项。他们可能会觉得，辞职会给他人添麻烦，辞职后找不到新工作怎么办？辞职会让别人看不起自己。这些理由使他们把辞职的选择排除在外，结果反而进一步逼迫了自己。其实，工作是随时都可以辞去的，带着随时可以辞职这种想法去工作，心情就会轻松很多。而完全丧失这个选项时，就会加剧精神的负担。在这里，我们也要注意他人的态度。父母或配偶往往会出于好心，建议您不要辞职，认为稳定才是最好的选择。但是否辞职，应该由当事人自己去决定。如果直接否定了这种选择，会让当事人感到更加的无助和痛苦。无论是听取别人的倾诉，还是给予建议，都应当基于对方的价值观，而不是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他人。最重要的是去了解对方为何会陷入困境，而不是擅自剥夺他人的选择权。回到正题，如果您决定要辞职，那就需要明确一下，这个决定是因为一时的痛苦，还是因为长期的发展受阻？继续这份工作是否会压垮您，让你无从成长？仅为了逃避眼前的困难，草率的辞职会形成逃避的习惯，让您在遇到挫折时总是半途而废。当然，这也是一种选择，但如果您希望过上更好的生活，最好能够分清痛苦是暂时的还是长期的，以此作为选择的标准。希望您能从塞内加的思想中获得启发，并通过接触不同的价值观，找到属于自己的判断标准。最终，所有的选择权都在您自己的手中。正如塞内加所说，即便面对自杀这样沉重的决定，我们也要明白，其他一切选择更不必说了。您的人生由您自己掌控，让我们带着这个信念继续前行吧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内容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